俄罗斯人这下彻底慌了。在16日到17日，乌克兰正式开启俄罗斯发动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行动，近600架无人机深入俄境，打击范围覆盖14个州。不少朋友可能会想，乌军打击俄14州的行动数不胜数，这次行动除了规模大一点，也没什么新意。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这次打击重点竟然放在了莫斯科，或者说围攻莫斯科。泽连斯基在例行谈话中直接表示，这是一次针对莫斯科地区的大规模行动，近600架无人机连夜奔袭，将莫斯科及周边重要军工设施打得亲妈都不认得。而这还只是一个开始，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行动也能轻松突破俄罗斯防空系统最密集的区域，莫斯科军攻完了，这大概是不少俄军心中的第一想法。那么这场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俄军攻打击行动到底是怎样进行的？乌军的远程打击手段到底进化到了哪种地步？从自由时报的消息看，乌克兰夜袭莫斯科的主力便是这近600架无人机。无人机不是战斗机，那为什么莫斯科连无人机都防不住呢？难道是俄军被蛛网行动打出了 PTSD， 一见无人机就想跑？首先，我们看莫斯科周围的防空网，确实是苏联和俄罗斯几十年心血的结晶。不管是 A135、A235 战略反导系统和常规防空网，还是 S400、S300 或铠甲 S1，单单从账面数据上，莫斯科周边区域的防空体系就堪称天下无敌。但是账不是这样算的。S400 防空系统的核心，也就是 92N6E 多功能火控雷达，虽然号称能同时跟踪300个目标，但它同时能够引导导弹进行交战的目标数量，理论上限只有36个。一个标准防空导弹营的发射车装填的待发导弹数量也只有几十枚，重新装填笨重的防空导弹需要吊车配合，耗时几十分钟甚至几个小时。当乌克兰一次性在雷达屏幕上放出600架无人机时，俄军根本打不完。其次，乌克兰人使用的自杀式攻击无人机，例如柳特无人机，结构极其简单，发动机是廉价的民用汽油机，机身是玻璃钢和复合材料，没有复杂的雷达隐身涂层，造价可能只要2-3万美元。它的核心战术价值就是充当防空系统的数据垃圾和弹药消耗品。当这几百架慢吞吞的无人机飞进雷达探测区，俄军防空部队面临一个困境：打还是不打？打，一枚用来拦截的 S400 导弹成本在几百万美元，哪怕是用最便宜的铠甲 S1 发射的5716导弹，单价也在几万美元以上，拦截几十架，防空阵地的导弹库存就见底了。而在这段火力装填空白期，谁能保证乌军没有留后手，带着大量巡航导弹直接把没有弹药的雷达车炸上天？那不打，这些无人机虽然便宜，但肚子里结结实实的塞着几十公斤高爆炸药，掉在炼油厂的蒸馏塔上，掉在微电子工厂的无尘车间里，造成的经济损失是以数亿美元计算的。他们会直接瘫痪一条精密导弹的生产线。当然，光靠数量去堆，只能算送命而非围攻。乌军统帅部深知，哪怕是饱和攻击，如果顺着俄军预设的防空雷达走廊飞，被击落的概率依然很高，必须想办法在莫斯科严密的防空网上强行戳瞎几只眼睛。根据阿特什游击队发布的一则声明，乌克兰的特工在莫斯科郊外的普吉尔科沃、科姆纳尔卡和多莫杰多沃地区成功实施了精准的破坏行动，直接将几座保护首都进出道路的关键通信塔炸了个稀巴烂。这些通信塔可不是用来给俄罗斯人玩手机的民用基站。游击队在声明中明确指出，这些塔台安装了俄罗斯防空部队极其重要的电子战模块和防空数据链中继设备。现代防空打的是网络战，当边境或外围的低空不盲雷达发现乌克兰无人机后，雷达自己是不能开火的，它必须通过这些通信塔上的数据链，将目标的坐标、速度、航向等火控级数据实时传输给后方的防空指挥所和 S400 导弹发射阵地。雷达看到了没用，数据传不到发射车上，整个防空系统就是一堆废铁。阿特什的游击队员没有使用容易暴露的炸药，他们直接通过内部潜入，剪断设备线路，烧毁电子元件，切断了这些防空数据传输的神经节点。就是这么简单的操作，让莫斯科外围的雷达当场吃了哑巴亏。他们能探测到无人机，但数据送不过去，内卫防空部队的反应速度出现致命的延迟。莫斯科周围极其宽广的低空空域瞬间变成了盲区航线。于是乌克兰的无人机群就像一群幽灵，顺着这些盲区走廊，贴着树梢高度，避开主干道，
悄无声息地绕过了外围防空阵地，直插莫斯科地区的心脏地带。一波操作丝滑流畅，堪比吃了德芙巧克力。那么这波超级大袭击带给了俄罗斯多大的损失？不同于俄罗斯人的喜欢往生活区搞袭击，乌克兰的无人机群自始至终只有一个目的：俄罗斯的重要军工设施。根据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战后公开通报，结合高分辨率卫星图像的印证，我们可以还原出3个核心的被毁目标。第一是俄罗斯的半导体大厂泽列诺格勒，这座位于莫斯科市中心西北仅30多公里处的城市，被称为俄罗斯的硅谷，是俄罗斯微电子和半导体产业的绝对中心。乌军无人机精准点爆了这里的埃尔马科技工业园区，园区内入驻了150多家从事光学系统、传感器、测试仪器和居民两用技术的企业，其中遭受最重打击的是大名鼎鼎的 Anstrom 企业。这是一家早就被美国列入严厉制裁名单的工厂，它不仅生产微处理器，更是俄罗斯军工联合体极其依赖的军用级半导体供应商。现代战争打的就是芯片，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口径巡航导弹，其内部的导引头、飞行控制计算机就极度依赖这个工厂生产的电子元器件。俄罗斯原本就因为制裁面临缺芯困境，这下好了，乌军直接炸毁半导体工厂，等于从源头上把人家的芯片干爆。厂房烧毁，无尘车间被污染，精密光刻和封装设备被破坏，这意味着在未来几个月内，俄罗斯总装厂将没有芯片可用，导弹生产线将被迫停工。炸毁一座芯片厂，等于在天空中消灭了俄罗斯的100枚巡航导弹。第二，打爆巡航导弹设计局。在莫斯科州北部的杜布纳区，彩虹机械制造设计局也没能幸免。这家设计局在俄罗斯军工界的地位显赫十足，曾经对乌克兰发电厂造成巨大破坏的 KH-101、KH-55 隐身巡航导弹以及重型反舰导弹 KH-22，全部出自这里的设计和研发测试。既然你用巡航导弹炸我的发电站，我就去炸你造导弹的图纸和设备，打掉研发中心、测试实验室和精密加工车间，很合理吧？第三，则是切断莫斯科的燃料输血管。现代军队的血液是燃油，因此乌克兰直接对莫斯科炼油厂的入口大打出手。这个炼油厂位于莫斯科西北部杜里基诺村的索尔涅奇诺格尔斯卡亚燃料转运站。卫星图像和地理数据显示，这个转运站与俄罗斯国家管道运营商的管网直接相连，它是莫斯科环线石油产品管道网络的重要节点，负责为首都地区包括防空部队的发电机以及军用机场供应航空煤油和柴油。储油罐的起火燃烧、阀门和泵站的破坏，直接打乱了莫斯科当地的燃料分配计划。防空导弹发射车需要燃料机动，雷达车需要柴油发电机供电，切断了油，防空阵地就会因为失去电力而被迫关机。此外，俄罗斯当局还被迫关闭了谢列梅捷沃机场的空域，这也意味着乌克兰的袭击成果取得了超乎意料的想象。但这还没完，别忘了乌克兰的打击可是覆盖了14个州。在莫斯科方向承受饱和攻击，吸引俄罗斯防空军全部注意力的同时，在南线的克里米亚半岛，乌军同步上演了一出防空压制战，目标是俄罗斯空天军在克里米亚的重镇比尔贝克空军基地。在这里，俄军部署了最精锐的 S-400 防空系统，用来保护驻扎的苏35和米格31战机。但乌克兰安全局的战后报告显示，乌军无人机群和导弹摧毁的不仅仅是停放战机的机库，他们打探了防空系统多个军工节点，一部铠甲 S2 防空系统被摧毁，与 S-400 系统配套的雷达机库被炸毁。由于控制猎户座和前哨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的控制系统被端掉，低空数据传输点和空中交通管制塔台遭遇重创。至于具体行动，在我看来，乌军可能先诱使俄军 S-400和铠甲系统的雷达开机照射，一旦俄军雷达开机，暴露出电磁辐射源，乌军立刻发射带有反辐射导引头的导弹，顺着电磁波的方向，以极高的速度砸向俄军的雷达天线。S-400的拦截弹再厉害，没有了火控雷达的照射引导，发射筒里的弹药就只是一堆废铁。瞎了眼的 S-400连一架农用喷洒机都打不下来。摧毁了雷达和控制塔台后，乌军后续的无人机才悠哉悠哉地飞过去，把机库里的战斗机炸成火球。有意思的是，经历这一连串的爆裂空袭后，俄军还觉得自己战果辉煌。乌克兰国防部在天亮后照例发布了一份强行挽尊的战报，宣称在过去24小时内，
俄罗斯防空系统拦截了1000多个空中目标，其中包括556架无人机。但经常关注军事行动的朋友都知道，这种拦截数字在战略层面上没有任何意义，因为防空作战的残酷评判标准从来不是你打下了多少，而是你漏掉了多少。防空十防9空，只要有1架无人机漏网，砸在了微电子工厂的光刻机上，或者砸在了巡航导弹设计局的资料室里，防空网的威慑力就直接清零了。这场空袭产生的冲击要远比炸弹爆炸的威力要大10000倍。首先，它彻底击穿了俄罗斯内部的安全幻象。普京在开战之初一直向国内民众和寡头们承诺，特别军事行动只局限在边境，绝不会影响普通俄罗斯人的生活。莫斯科更是宣称拥有金钟罩的绝对安全区。泽列诺格勒科技园的冲天火光，系列梅捷沃机场航班的被迫中断，就在莫斯科市民的眼前，在他们的手机屏幕上真实的上演。当首都最核心的军工厂都被证明是漏洞百出，俄罗斯民众便将开始产生不可逆的深度裂痕，战争终于真真切切地烧到了俄罗斯人的餐桌上。其次，它加剧了俄军前线与后方的兵力拉扯死局。莫斯科的军工厂被炸，普京必然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寡头和政客们会疯狂要求军方加强本土重点城市、能源设施的防空。但是，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总数和雷达开机时间是受物理限制的，越是在大城市周围部署防空阵地，越是需要海量的 S300、S400 和铠甲系统。要保护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无死角安全，就必须从乌克兰前线，比如哈尔科夫、顿涅茨克、扎波罗热，抽调大量的防空导弹营回防本土。随后，在我看来，这次最大规模打击行动之一，彻底打碎了俄罗斯的红线讹诈，也改变了战争开启以来的思路。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高层无数次画下所谓的红线，警告欧洲和美国绝不能让乌克兰打击俄罗斯本土，否则将引发核战争。结果，乌克兰用廉价的600架无人机证明，俄罗斯所谓的红线就是在虚张声势。普京根本不敢因为几座军工厂被炸而发动第3次世界大战。正如泽连斯基在事后的谈话，俄罗斯人该开始思考他们的炼油厂、石油设施和相关企业了。我们的远程打击能力正显著改变局势，也改变世界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好了，本期关于乌军600架无人机打爆莫斯科防空网，俄14周遭开战以来最大规模袭击之一的分析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面对造价极度不对称的无人机饱和攻击以及内部游击队的破坏，俄罗斯依靠 S400和铠甲建立的传统雷达防御网是否面临彻底破产？乌克兰频繁打击俄罗斯后方的半导体和炼油设施，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多大程度上迟滞俄军在前线的装甲攻势？欢迎在评论区讨论，请务必点赞、强烈推荐、转发、关注一波，我们下期不见不散。